嗨，欢迎来到扭转乾坤，一个让你看透股市的频道。这里我们将为你讲解马股的大小事。上一支影片我们做了房地产领域的科普和 Symphony Life 这家房地产公司最近的一些企业活动，也得到众多观众的要求，我们再做一集。当然，小编我也将有求必应，抽空为你们附上第二集 Symphony Life 的详细解说。那么今天小编我将要分享的股票是大家投票要求的一只股票，那就是 JHM。 我们将会看看他们的业绩和他们与老大哥 DNO 的差别。那么开始前，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记得订阅点赞，并把这支影片分享出去哦，好让 YouTube 的演算法能把我们推得更远，让更多人学习马股知识哦。那么我们就必须来了解 JHM 这家公司的业务到底是在做些什么。我们可以把他们的业务主要分成4个部分来理解。第一个就是最主要的，那就是他们的一站式解决方案服务，也就是 One Stop Solution Provider。 那他们提供的服务就有微电子元件的高精度及高速工具的设计、制造和生产，而且他们生产的 LED 可以支持 3D 特效和照明特效。在这项服务下，他们也有生产钣金外壳和电子组件的制造，而这些都适用于各种行业，包括半导体、电信、医疗和仪表上。那么他们的第二个业务就是汽车零件的二级组装，而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帮几家北美和日本的汽车制造商设计和装配汽车尾灯。之后第三个业务就是他们的 E&E 业务，也就是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Business Unit。 这项业务主要是为汽车的大灯、尾灯和内饰灯做设计和 SMT 生产及组装，当然也包括一些工业产品的生产。那这里给大家科普一下，到底什么是 SMT 生产呢？ SMT 是 Surface Mount Technology 的简称，简单来说就是把电子零件安装在设计好的电路板上的技术。最后一项的业务，也就是他们的 Aerospace Business Unit， 主要是制造和生产一些航空零件，因为他们可以精准的制造出航空零件需要的创新设备和特殊产品。那么在进入他们的业绩解说前，这里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小编我将会在这个周末在我们的 Telegram 公开群举办抽奖活动，我们将会送出总共价值1000令吉的奖品。想要加入抽奖的朋友们，请点击下方链接加入我们的 Telegram 群来了解详情哦。简单的介绍了他们的业务后，我们就来看看他们这个最新季度的表现。这个季度的收入是从上个季度的 78.1 个 million 稍微下滑了 1.9 个 million 到这个季度的 76.2 个 million， 而盈利却从上个季度的 5.3 个 million 上升到了这个季度的8个 million， 增加了 2.7 个 million， 也就是 50.9%。那么收入减少，盈利增加，这也代表着盈利率有所提升，从上个季度的 6.8 个%回升到了 10.5 个%。这里我们就先来说为什么他们的盈利率增加了，而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他们这个季度的成本，也就是 cost of sales 减少了，这也就导致盈利率提高。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他们的财务状况如何。首先我们先来看他们的 PPE，Property Plant and Equipment， 也就是他们的营运资产。我们看到这个季度是有增加的，从去年同个季度的88个 million 提升到了这个季度的101个 million。 而且在他们的现金流表中，他们也有提到他们花了21个 million 在购买 PPE， 可以见得 JHM 是有在扩张的。那之后我们来看看他们公司的现金储备。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现金储备是从 54.4 个 million 减少到了 30.7 个 million， 而贷款 borrowings 则是拥有 32.7 个 million 的长期贷款和22 million 的短期贷款，一共是 54.7 个 million 的贷款。所以 JHM 并不是一家净现金公司哦，但是他们公司的 gearing ratio 债务股本比还是属于健康水平。之后我们来看看他们的主要收入都来自哪一些领域。首先我们看到主要的都是来自汽车领域，共占了 61.5%， 而其次是 industrial， 也就是工业领域，占了 37.4%。
而其他的领域只占了少过1%的收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他们的收入主要来源是汽车行业，但是由于新冠肺炎的打击下，我们可以看到他们2020年汽车领域的收入是比2019年汽车领域的收入减少了大约 9.4% 之多。那么看完了他们领域的收入，我们来看看他们主要的收入都来自哪一些国家和客户是否单一。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收入主要都来自马来西亚、美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其中马来西亚就占了他们收入的 40%， 美国则占了 47%， 而其他亚洲国家则占了大约 12%。所以我们可以大致看到他们主要的市场就是在我国和美国。至于他们的主要客户，公司有提到他们最大的2个客户就共占了 JHM 总收入的 168.4 个 million， 也就是他们 65% 的收入来源都来自这2个客户。由此可见，他们对这2个客户有一定的依赖性。那么看完了他们主要的收入和客户分布，我们就来进入今天的重点，也就是很多人都很喜欢问小编我的一个问题，那就是 JHM 和 D&O 到底有什么差别？那么 D&O 会飞，那 JHM 跟它做同样的东西是不是也会飞呢？这里就让小编我来为你们一一解答。那么首先 JHM 其实并不是专做 LED 车灯的，它是专做 E&E， 但是主要做 LED 车灯。反观 D&O 则是专做车灯，而且拥有自己的品牌，及有在继续投入 R&D 和帮人家 OEM 等等的服务。但是如果听到这里在座的各位还是觉得他们的业务是类似的话，我们就要来看看他们占据的市场，我们就能看得出他们的差别了。首先 D&O 在汽车 LED 已经是市场上的前几位大制造商，所以他们的客户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汽车制造商。当汽车销量增加，车灯需求量上升的时候，很自然的 D&O 将会是第一个受惠的公司。反观 JHM 的市场较小，而主要的市场只有美国和大马，而且2个主要客户的收入就占了他们收入的 65%。很自然的，汽车 LED 灯需求量增加的影响对他们也不会那么大，而这也反映在他们这个季度的业绩上。与其像 D&O 那样破新高的业绩， JHM 更偏向于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而已。但是 JHM 也有自己的优势，那就是业务会比 D&O 来得广泛，因为他们也有做工业领域的生意。也就是说，如果今天汽车销量淡下来之后， JHM 还会有其他的业务支撑。之后我们再来看看他们对未来的展望。他们表示，虽然受到疫情的打击影响了2020年的业绩，但是集团还是会努力开拓市场，扩张业务，以支持新的客户订单。此外，这里也要说一下 JHM 进军的航空领域，虽然是一个未知的技术制造领域，但是集团看似很有信心，而且也掌握了一项叫做 5-axis CNC Machining Parts 的技术哦。这项技术可以为以后制造航空领域的零件达到更精准的效果。那么你们觉得汽车领域未来还会火热吗？还是他们是属于周期性呢？这里也要提到，虽然小编我时常分享关于 D&O 这只股票，但是朋友们必须管理好自己的风险哦。毕竟股价已经从去年到现在上升了很多，而且他们的业绩基本上都是靠汽车销量来扶持。所以奉劝大家小心谨慎，要做好功课。然后现在出了那么多业绩，你们想要小编我分析哪一家公司，只需要 like 这支影片，然后在留言区告诉小编哦。下期更精彩，请尽情期待。谢谢大家的收看。